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砖峰会哦，有释放出来这个形象的网宣片哦。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让我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勇毅前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我们是金砖国家。好，这次金砖国家他们这个宣传片也用5种这个金砖国家的语言，包含了这个华语、汉语、英语，还有葡萄牙语、俄语，还有印地语哦。所以5种语言的版本也是同步上线。我就强调说，金砖国家是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的。那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了南非，当地也是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哦。南非甚至还颁给他这个南非勋章，是南非的最高荣誉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其实南非的总统也在讲，他呼应了习近平。就说要来加强两国在这个金砖扩员的看法，因为很相近嘛，所以一起来加强协作，也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发话权。那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说，不断深化金砖战略的伙伴关系哦，要拓展金砖 Plus 的模式。那他说，南非也不会卷入到大国竞争当中啊，他们顶住了压力。那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国家，所以我们看起来，现在目前金砖国家整体的崛起跟蓬勃的发展，习近平说，这已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版图哦，积极在推进这个扩员的进程，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看起来这个影响力也让美国也有点紧张哦，所以雷蒙多也在这一个时刻来释放出来要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那美中也同步宣布啊，就是说雷蒙多将要在周日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美国商务部讲说，这次他会跟谢峰见面，白宫提到了这个雷蒙多会告诉中国大陆，美国其实不寻求脱钩哦，所以这算是美国还蛮明确的一个表态。美国的媒体的解读是说，这次雷蒙多去到中国大陆啊，是旨在加强北京的沟通哦，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他这一次来还带了一个伴手礼啊，就是他27个中国实体未经核实的清单，这个要剔除了，所以感觉上面就是放宽他原本的一些制裁哦，算是送上一个大礼。但是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子呢？你看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其实不太好哦，光是这个标普又挥刀的一个消息，现在银行股再遇逆风，因为它下修了一些美国银行股的一个评等所以现在这个道琼收黑175点。其实3大信评里面，惠誉、穆迪之后，这个标普算是第3家，分别调降美国的这个评级，或者是美国银行的一些评级，所以看起来美国整体来说，经济十分的不被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在 G20 的时候即将要来出席这个峰会，他说要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来帮助贫穷国家。他说要来扩大这个世界银行跟 IMF 的优惠融资为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和贫穷国家来提供这些50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的额度。那这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苏立文的讲法，他说这2个机构主要是要支持发展这个一带一路啊，取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以他等于是冲着一带一路而来的一个贷款措施那代表说这个的确拜登很担心金砖国家金砖峰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他们要赶紧的推出另外一个方案，吸引更多的一些开发中国家是不是可以向美国队给靠近所以他这次去到了 G20 的峰会，但是呢，他这个东协峰会却是由贺锦丽来出席。你看看现在很多太平洋的岛国的领导人他们都讲说，宣布中立，就是说他不想要夹在中美之间当夹心饼干。那如果说拜登在 G20 上面还要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改革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这个更加拉拢一些开发中国家的心那另外我们看拜登现在目前更头痛的一个问题，恐怕是他儿子杭特拜登因为杭特拜登的这个认罪协商破裂，他多年来惹出的这个法律麻烦6月的时候其实一度雨过天晴，但是拜登幕僚讲，几乎这个拜登几乎天天跟孙子在交谈，但是面对到儿子的法律麻烦的时候，他明显的不愿意多聊这件事情但是你看杭特拜登在这段期间还去这个白宫跟父母，就是跟拜登还一起这个度假，所以看起来这个
拜登虽然说他不想干涉杭特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宣誓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你说不干涉，本来你这个身为美国总统也不应该干涉，可是你真的没有干涉吗？看起来这个干涉的层面还是多多少少难以避免哦。所以看起来他觉得很多幕僚评估拜登可能会是拜登接下来选举的时候啊一大麻烦，所以但是他又不想听人家的谏言，也是一大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杭特·拜登啊，你去看他啊，他自从这个到社会以来，他从事最主要工作是什么？事实上，他大部分都是在从事政治游说。就是说，他爸爸是政治人物，他本身每天在从事政治游说，基本上就有人一直怀疑他一直有问题啊。而且他比较大的问题，除了在美国境内之外，他从事政治游说啊，他还搞国际政治游说。他这个跟乌克兰在战前的时候，在乌克兰就很多这种共同投资、担任董事的这些公司存在。那么人家就说他跟中国大陆之间，他也赚中国大陆很钱。事实上，他跟中国大陆就跟大陆一个商人曾经在大陆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的过去从业记录，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教授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这个演艺界的这个知名人士那可能不会借重他爸爸的政治影响力，可是他大部分你看到他从事的职业都是从事政治游说，那是不是从用政治影响力呢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呢？对，那个人谋取私利的时候有没有借重他爸爸的政治影响力啊？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而且过去这个案子不是说今天要美国选举才提出来，他的问题一直都存在。那他个人的私生活呢，更不要讲，是问题更多了啦。所以最近就在查，就是说白宫不是出现了这个毒品吗？对，而且都是一般限制外人可以进出的区域，怎么会有那个毒品？那他就是大家怀疑的对象。那为什么怀疑他呢？因为他个人的私生活的记录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啦。那回到这个南非的这次金砖国家的峰会其实金砖国家峰会从来没有像这么引起各国的重视，也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这个国际组织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当然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这一次开打以后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会受俄乌战争的影响，要加入到跟美国跟西方相对的一个国际组织里面呢？最主要就是美国跟西方开始用什么？他们的经济特权来做这个战争的武器。那这个经济特权基本上 SWIFT 你是可以做，你是可以排斥别人，可是你美元还有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境内无端的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把外国的财产给他充公，个人财产充公，这个是造成全球恐慌的。也就是美国跟他的集团开始用经济当作武器。那这个造成金砖现在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来抗拒美国所领导的这个财经霸权。好，来请教杨老师。各位知道金砖目前只有5个国家嘛那2009年他开始真的开这个峰会，到现在也14年了，对不对？也没有引起什么太多的注意，除了那个可以念成 BRICS， 对不对？金砖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只是一个投资的概念，它也没有什么签协议、条约、宪章说要怎么共同合作。可是走到现在，它已经有一个金砖银行，这个金砖银行也有1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协助的这个机制。而这个里面的1000亿里面，中国大陆是410亿，所以330亿加起来的放款已经出去，都是给全球南方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促成金砖，金砖改变世界。而为什么在今年，那就是刚才大使说的，俄乌战争，美国把那个支付系统的 SWIFT 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一个武器。然后呢，同时美国在升息，因为它自己的通膨升息的，造成所有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个当然都是以美国的这个美元的债务嘛，使得大家的债务压力越来越沉重。我没做什么坏事，我怎么被惩罚？钱都被美国吸进去，
滥用他自己的美元霸权特权。这种大哥你还要跟着他吗？是不是？你更不要说全世界有钱的人把钱放到瑞士，这个瑞士也被美国逼迫的要去制裁俄罗斯，使得大家发觉哇，瑞士也不安全了。100多年来的瑞士银行不就等于安全吗？所以现在是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个就是替代。那这个平台跟替代呢，没有谁要去做绝对大哥，没有谁要来去完全主导，可以采取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寻求真正的多边、公平、多样，甚至正义，对不对？你不要忘记，现在这个世界还是200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没有谁是真正做老大，结果不够资格，然后呢，这个赚大家钱，结果我们大家还可以摸个鼻子，就是说只好认了。过去是如此，现在不一样。但金砖怎么改变世界呢？就改变全球治理。为什么这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阿根廷都想加入？因为它不只是说对经贸有帮助，它可以参与到全球治理耶。对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以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马上他们现在这个会议，大概明天我们就知道到底会多少国家会加入成为新会员，以及这个金砖银行会怎么发展，一个新的这个全球治理的曙光就会出现。好，来问一下将军。金砖这次的会议，我想说大家瞩目的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它扩容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还有印尼这几个，应该是确定可以加入了啦。那加入之后，其实它再加上这些原来既有的这5个国家，它就变成全世界上面人口最多的一个、土地最广的一个这个经济组织合作的一个机构。那我这次还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非洲来讲，它50多个国家里面有40多个国家的领袖，也就是他总统或领导人亲自去参加这场会议。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我觉得跟这个欧美国家长期把非洲当做一个次殖民地，比殖民地还糟糕一个国家。事实上，那时候当年不管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于英国这些国家到非洲去，这只要一件事情，非洲其实没什么太多的资源。我们除了看到的那种野生动物之外，它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呢？对欧美国家，它最大的资源是黑人，身强体壮，可以在蒸汽时代来临之前，他们是最好的劳动力，所以就去抓这些黑人当做这个奴隶贩子，卖到这个欧美国家、欧洲、美洲那些国家去，包括南美洲。所以我们现在在南美洲也会看到这个非裔的族群，还有北美，所以。事实上，非洲这些国家对欧美其实他们心态上面是不是很认同的？那反而这次中国去以后，给他们带来一带一路各种基础建设，对他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自己心里头也一定有所感。那在战略上面来看的话，全球地缘上面来看的话，在这边来讲，我们看到南非已经跟中国还有俄罗斯已经实施过军演了。在北边来讲，吉布地那边中国的海军已经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实施护航了。那西非这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其实有好几个国家也准备让中国在那边跟他们合作，建立这种港口。所以我觉得金砖这次会议为什么美国特别讲说，不把他们视为地缘政治上潜在的对手，事实上就是把这些金砖国家视为潜在对手，而且主要领头羊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看其实欧美国家对这些非洲这些国家。除了以前当年把人家当奴隶，把这些黑人当奴隶贩卖之外，另外在我们讲到这个南太平洋岛上面4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我们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奥本海默》，对不对？原子弹之父。其实美国当初是不是真心的要对南太平洋，它本性上面就瞧不起这些岛国嘛？你只是一些太平洋上面一些岛，你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没什么战略价值，他就在那边试爆原子弹。甚至于是氢弹，造成核子污染，造成原子污，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些岛国的居民还是深受其害。所以，我们从这些地缘上面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欧美国家那种殖民的心态，对这些国家其实是除了说有实质上地缘政治利益来讲，不然他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一下现在世界各国好像都天灾不断啊。那这个拜登去到了夏威夷的时候真的是面对到了很大的声讨的声浪哦。但是他在跟这个等于幸存者会面的时候，又被人家拍下了这一幕，他竟然疑似睡着。我们来看看。Whether by blood or by friendship. 就我们看到台上仍然正在进行这相关的这个会议可是拜登就在台下，感觉被人家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好像疑似睡着然后后来才又赶紧就是惊醒过来，所以又被大家给批评啊。那当然有人讲说老人家精神不振啊，但是对于这些灾民来说的话，偏偏你拜登是13天后才抵达，然后到这边又这样子疑似睡着的画面，就会让这个灾民的感受更加不好。所以他去到了所有这个灾区感觉上面蛮多反弹的声音啊，甚至还有人举牌说，这个 no comment 那个当时拜登度假回答的那句话，就举个牌子在跟你抗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灾民们的反应。Hello, people of Maui. Shown such absolute incredible courage. That's not hyperbole. As long as it takes, we're going to be with you. The whole country will be with you. You know, we will be respectful of the sacred grounds and the traditions that rebuild the way the people. Wow, he's finally here. Wow, yeah. Awesome. Yeah, thanks for nothing. 对，所以我们刚刚逼掉都是一些脏话然后大家讲 awesome 都是那种反讽的那种语气，就说哇，真的太难得了，你竟然会来到这些地方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夏威夷人讲说这个拜登车队数量比大火那一天能逃出去的还多呢，这样子所以这是大家这个灾民们的一个怒火的一个宣泄。那现在目前预估起来，大概穆迪说大概要60亿美元。这个才能够重建那好在是说他们这边当地的保险的这个普及率蛮高的，所以大概有75%的损失会是由保险公司来支付。可是保险公司也很吃紧就是接下来这60亿美元扎扎实实的要这样子重建起来，恐怕这也是一个低估的一个数字那另外我们看美国的本地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灾情南加州暴洪又地震，一天灌下了1年雨所以被誉为历史级的飓风希拉里横扫了墨西哥之后，然后与美国接壤的这个下加州之后呢，降为了这个热带风暴。那但是呢，中心移往了南加州，所以在圣地亚哥到洛杉矶总共超过900万人面临到暴洪预警。那美国另外华盛顿州也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因为他们的这个灰火野火也出现了，又烧毁了200栋的建筑，造成了1人死亡但是只控制住10%的火势，因此华盛顿州的州长也发布了一个紧急状态。那再来你看这个加拿大的野火，我们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野火其实烧了好几个月啦，但杜鲁道好像反应得很迟但他现在跳出来是怪别人，他说Meta 你这个没有人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跟你之间这个线上新闻法，因为 Meta 拒绝支付他被要求要支付什么线上新闻的费用所以他就封锁所有加拿大的这个新闻。那因此呢，很多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野火当中是看不到相关的新闻的，所以杜鲁道就痛批 Meta 说把利润放在人民的安全之上那但是呢，我们看很多的加拿大的消防人员也说，这救火救到他们感觉就是因为前几天这个火势又更强了，他说度过了难熬的一晚，好像救了100年份的火。救灾人员甚至讲说，因为这个 Meta 的禁令，也让民众更难收到野火相关的最新消息跟这个救援讯息，所以现在杜鲁道就赶紧下令就说武装部队要协助扑火。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希腊其实这边也是烧得非常凶猛因为造成了20死，还有数千人都要疏散。他们现在这场山火持续在延烧，欧盟就赶紧加派消防员跟飞机来支援。现在大概有6个国家是透过欧盟的民防机制向希腊来提供协助，甚至这把火还烧进了这个当地的医院所
以医院赶紧就是要撤离这些病患，然后送到客轮这一边哦，赶紧就到其他的医院去安置。所以这个野火一发再发哦，还有64处在昨天还在持续冒出来的新的大火，还有牧羊人为了要救羊葬身火窟。不过不幸的消息是，这个野火还烧掉了像是难民哦，就是18具焦尸，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姓名的难民，这也好像是在夏威夷那边，也许多难民也是如此哦。所以遇到了大火的时候，难民其实是更难辨识的。那西班牙这边同样也是野火肆虐，有超过26000人勒令撤离，所以整个欧洲好像在极端气温之下，已经笼罩着高温啊、热浪啊，然后这个意大利的气温还上看了38度，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野火正在发生当中。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对拜登这一次对这个夏威夷这个火灾啊，这种冷漠的这种应对态度啊，显然就是说夏威夷的选票事实上他不在乎，基本上他不在乎。那是不是引起美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同理心呢？奇怪，美国很少。不过我觉得整个现象就变成这些事件就政客来，因为政客都是民主制度啊，政客都非常敏感，他就在乎他的选票。那现在为什么这种事情这么严重的事情，而且是他有关的，他不在乎呢？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政治人物已经把政治的斗争变成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了，对不对？你是美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然后呢，他是怎么样？他是要让美国另外一种方式 Great Again。然后这边要多补贴一些这些大企业，这边是少这个减税，那变成就偏政治变成什么样？跟老百姓的生活慢慢脱节了，就跟我们台湾一样。我们台湾现在选举，你看这么多弊案，这么多到处老百姓生活这么大，有影响这些选举人读票，选举人都在讲什么？抗中保台，和平保台，然后呢？去823炮战去作秀，表示爱台湾不爱台湾团结还是什么，都搞这些。这个某种程度上回过头来变成，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是美国式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讲的是民主，讲的是自由，结果呢，整个这个政治运作在选举的时候还被操作一些什么样抽象的一种什么观念性的概念性的。价值性的、认同性的一场对立，老百姓只关心这些实际的生活有没有改善，变成次要的。然后呢，这些人有没有把他的职责做好？你应该去第一时间跑到夏威夷，没有，他也不在乎。那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现在你比如说，我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晚上那么多游民，越来越多，看到以后，蔡英文在七夕的时候。他还把他的猫跟他的猫在谈情说爱，对不对？他在乎吗？跟他无关呢。他只要运到真正要选票的时候，他就什么就记起来了这个大陆如何把，然后台湾怎么主体性、主权尊严，拿这些东西来骗选票。所以我们真正要检讨是说从美国开始看到台湾这个美式的民主这种选举体制事实上有大问题好，杨老师。我觉得很多科学家都在警告我们呢，整个现在这个地球面临到气候变迁，严重的气候变迁，台风、洪水、野火，今年才过一半多一点，你不觉得都是这些自然灾害的这个新闻吗？加上人为的可能电力设备，或者是发电的因素，造成它的这些就是野火的扩张。那人口增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其实不是只有西方因为西方的媒体报道他们嘛。你想想看，在全球南方这些事件这几年少过吗？对不对？那更严重，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西方媒体不能够再偏颇的，只是报自己。那第二个，我是觉得就在今天，刚才下午1点钟，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已经开始在排放这个核污水。今年他们要放3万吨，将近有100多万吨的核污水，要在接下来30年排放出去。有一说57天就可以大概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都达到。
有一说大概要240天，然后呢，大概最快差不多这个10年，你就看到全球的影响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讲什么东西，不是只是在讲里面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影响，这里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各位，日本的统计数字，9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渔获量还是1200万吨，2年前2020是400万吨，只剩1/3不到，对不对？所以整个海洋现在你要30年排放核污水，你为什么不在你旁边多盖更多的这个储水槽？你如果觉得安全，你为什么不自己喝？对啊，还可以卖这个核污水品牌，对不对？所以日本的这个做法是一种真的是虚伪、傲慢，而且霸凌。不只是霸凌日本自己，所有大部分日本人都反对嘛。那居然韩国的政府尹锡悦说啊，我不反对也不支持，国家尊严丧失。蔡英文政府呢，看看外交部今天针对我们被迫离开中美洲议会，在那边大骂尼加拉瓜的提案，骂人家专制，然后呢，同一个事情说，了解到日方排放核废水是有科学依据。Oh my God！ 然后我们的食药署跟原能署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增加监控，然后呢，开始日本产品要开始都做这个检查，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不能够让这个情绪这个事情这样下去，一定要有坚持到我们人类共同的利益。现在面临到这么严重的气候变迁跟相关的这个灾难，对不对？大家有共同的利益跟共识。好，将军，其实不可讳言我们从这几次的这个世界发生的大火还有大水灾来看，确实世界整个暖化程度是越来越严重。全球里面暖化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北极，是其他地区的4倍那么高。那在这种状况下，全球共同暖化应该是全球所有人类共同要面对的一个责任尤其是谁？尤其是这些 G7 的这些国家领袖，应该来一个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地球能够减碳，能够减缓地球暖化的程度。但是我们看拜登，我现在就讲拜登，你在竞选的时候，2020年竞选的时候，你特别答应过说，不在阿拉斯加那边开发，要让地球这个暖化的碳化的状况降低。你答应这些环保人士这些年轻的环保人士也把票投给你，结果你现在违背自己的诺言，在北极也就是暖化最严重的地方，阿拉斯加北坡那边，他答应这个天然气的巨擘在那边开发钻探天然气还有石油的管道。那会加剧世界的暖化一种情形，所以我觉得美国他们自己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等到对他选举有利益，等到对他选票有利益，或对国家经济有利益的时候，他就根本就是罔顾你这些天然的这些暖化，大家人类共同要面对一个责任。另外，我们讲拜登这次去夏威夷，我只能说以我军人来看的话，这根本就是这个真的是内部管理或者他们权益措施有问题。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少逆及时要伸援手嘛，你那时候就不是男女在授受不亲了。所以他们现在讲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威夷的驻军如果说没有总统命令，我不能随便调动就处罚。我说你这叫狗屁。为什么骂那么难听呢？因为这是人道问题，救人是人道问题，就像大嫂掉到水里面，你要伸手去救她嘛。那我们国军有没有这种规定？其实我自己本身参加过台湾很多次的救灾了。不管是地震921开始，我都有参与过。其实台湾我们自己救灾责任也是县市地方政府首长的责任，指挥官是他，不是我们军方。但是大家习惯说你们军人救灾，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方政府会协调我们听命于他。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过去呢？我们也是国防部的命令给我们。所以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来讲，救灾动作国军支援地方政府来讲，其实是协调很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台风来之前，那时候在南部的台风，我那时候卫武营指挥官汤耀明参谋总长那时候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我，打到我旅长办公室，我接电话，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讲的？李正杰，我告诉你，你比慈济晚到，我就把你拔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立刻来插播一个最新消息哦，中国大陆又释放出了一个军演的消息，就是福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他们说大概是在24，就是本月24、25号2天哦，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会在福州的这个福清市，然后江阴地区会有一些解放军的炮兵分队进行实弹的射击。好，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因为两岸的确现在兵凶战危状况大家都很关注哦，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战争风险？那我们来看一下林传媒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有43%的民众担忧两岸在3年之内开战哦，有55.46%的人希望跟中国大陆进行对话交流哦，所以他这个你看到这个总统民调里面其实有问到，请问您对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3年之内可能存在战争风险的担忧有多高？所以有高达43%的人是担忧的。那另外50%的人就大概是55波啦，就是可能是提高了蛮多了。以前我觉得大概不会发生战争吧，讲讲而已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了。那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些随着不同月份会有一些不同感受。可能5月份那个时候，因为有麦卡锡的那时候的访问嘛，所以那时候又再更高一些。那另外有56.44%的民众哦，希望跟中国大陆展开全面性的对话，沟通对话就是让战争不会发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哦，沟通是最主要的。那我们看看，林传媒他说这一次的调查是委托皮尔森数据进行，然后针对全台20岁以上的网络人口，从8月15到8月19，然后有效样本大概是11000多份，抽样的误差大概是在正负0.92之内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国跟盟友们哦，是真的挺台湾、爱台湾吗？现在美日韩的峰会哦。人家讲说，凸显拜登重视结盟，大选现在目前是一个潜在的变数。但是呢，你看看南韩在开完峰会之后，对于是不是介入潜在台海战争，他们是存疑的。所以，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尹锡悦态度是低调以对哦。所以原本以为尹锡悦会琢磨在台海上头，就可能他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但事实上是没有。那不只是韩国这样子哦 ，NHK 在8月15号也发布了 Z 世代与战争的民调结果。那 Z 世代是指13到29岁，有高达36%的人说不会参与战争哦，只有5%的人是愿意参战。那我们看这个美国不断在讲的一些消息啊，包含《华尔街日报》跟纽时都在讲啊。大陆哦，现在经济出了状况了，所以要转移焦点，现在要变成说一直在跟你讲台海冲突啊，就是因为你大陆哦，现在目前经济成长放缓了，所以这个北京当局要对外表现的咄咄逼人哦。那纽时也在讲说，因为这个经济力衰退哦，所以人民的信心跌到谷里啊，北京恐怕会对外来转移注意力哦。可是人家在讲说，这个方法其实是你美国最常用的，你那时候小布希也是经济或者是内政上出了问题啊，马上就去打了伊拉克嘛，所以是不是你美国自己爱用这一招，所以你就用你自己的美国滤镜来看待别的国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就是转移焦点的方法。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面有传闻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核潜舰在台海出事，还说这个官兵全数罹难。那国防部是讲说，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哦，就说解放军093型商级核潜舰在台海周边发生了意外，这个是在这个台湾 ADIZ 之称的这个他们这个讲法说，听说406兆赫兹有收到讯号，还叫了几个小时。不过小舰长常常来我们这边当来宾的吕理师，他提到了，他说大陆的核潜艇在台海出现意外他说一个地理常识啊，这个台湾海峡水深不到150公尺7000吨级的潜舰会走这里，我也是醉了。所以看起来这个谣言有猫腻，就觉得好像不太符合这个科学哦。那另外，他这个传言里面还有讲一个点，说习近平很紧张，说这个事情让他还特别坐镇军委会可是明明昨天习近平就已经，还不是昨天呢，还21号就飞了呢，就已经飞往了南非啊，所以就感觉上面跟事实完全不符看起来这个制造谣言的水平并不太高。那传出这个谣言的，据说是郭文贵的同路人，这个路德社在这个 X 上面，就是现在 Twitter 改成 X。
Fox 嘛，他在上面放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哦，所以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感觉是有意在操作带风向，但是跟事实的差距是不是有一点大？再来南海的争议哦，今天有传出最新消息啊，就是水炮事件之后，菲国现在这个中方已经同意啊，可以补给一些这种可能日常物资上面的一个补给哦。那但是中方的这个部署海警船还是在严阵以待当中哦，避免水炮事件再重演，所以中方跟菲方哦都在这边就是严阵以待。那另外一个消息啊，新头壳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疑似在中建岛上面建机场跑道。外交部的回应是说，南海诸岛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哦，所以他说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以协商方式来和平处理南海目前遇到的争端。所以现在看起来南海争议仍旧烧不完。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就外交部这个有关南海岛屿属于我国这个宣布啊，这个睡觉睡了8年啊，突然醒起来是吧？而且你呼吁有什么用？你要采取什么行为吗？那菲律宾那个在我们仁爱礁的马德雷3号也是在我国领土上啊。对啊，怎么我们都不把它拖走呢？对，讲这些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大概又是选举考量了。台湾只要一到选举，很多怪现状都出来。对，所以以前这个蔡英文上来，哇，南海简直不是我们的，对。然后呢，这个钓鱼台也不敢伸张我们的主权，主权所有的伸张都停下来。现在突然又这个选举快到了，又突然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那我请问，蔡英文过去8年在南海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啊。对啊，菲律宾强占我国的这个仁爱礁，他也没有做啊。那是放在我们这个9段线、11段线里面的啊，明明白白属于我们中华民国领土主张的范围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我觉得你只说不做好，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过去经营南海诸岛，蔡英文8年没有做任何事情，真的。他的那个什么太平岛的那个海港啊，那个事实上是马英九时代就在做的，这就一直是重大的工程在那个地方，可他也不敢说啊。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是非常奇怪的。那就说两岸这个开不开战哈，我觉得啦，就是说我的观察现在是开战可能性越来越高。当然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是民意的认知啦。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讯息，我觉得是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一种准备性的工作，我认为已经丢出了三板斧了。第一板斧就是军事，借着这个第一次裴洛西到台湾来，第二次蔡英文跟这个麦卡锡见面，第三次赖清德去美国过境啊，中国大陆在对台的军事的包围圈啊，基本上都在缩小。中线没有了，24海里，现在呢根本就没有告诉你范围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整个对台湾的包围圈是不断在缩小，然后军事演习的项目越来越明确。它本来围岛不是要攻岛，那现在是什么？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战备演练基本上取得制空制海权，然后制海空联合作战，取得制空制海权，就越来越明确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只要给大陆一个机会，比如说裴洛西来台湾，那大陆就师出有名的把大量的军队就调集到台湾这个4周的水域，那这些飞机也在台湾附近飞其实不是只是示威那基本上说实战演训，也是基本上就等于当实际作战的这个行动在照这个作战计划在实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迹象都存在的时候，这个调查说我们认为作战的可能机会是越来越低，我就觉得这就是台湾社会的问题。搞不清楚状况，那这个就是长期这个绿媒还有民进党政府在散播假讯息，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所造成的结果，这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如果都认为没有这个战争不是战争的这个线可能迅速往上推还有这种我不晓得它的参考依据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舆论还有这个讯息带风向的走向事实上造成这个还降低的结果，我认为是很大的警讯
我倒不是说它结果如何，我倒是认为现实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居然民众的认知是越来越不严重。所以就像外媒讲说，最近的这几天军演，看到我们都还是照常在上班，好像也没有人在紧张。他的观察就是，所以台湾人没在怕。这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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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的事情。那其实台湾最大的一个危机，现在已经显现在眼前了。就是一个长期主张台独的人啊，他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三军统帅。这个叫任何国家来讲的话，如果是反台独的话，都认为是极大的威胁。中国大陆是完全不能接受台独的。那而且最近我看汪文斌对这个赖清德的定调更明确，就是顽固台独分子。然后他的行为就是为台独在做铺路，他是这样认定的。我们不管如何，他是这样认定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他今天做到那个重要的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危险。这个是无法否认的，这个是真的。我们也希望不是这样情况，可是现实就是如此。好，杨老师，我觉得在6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到现在这段时间以及接下来，中美都在为赖清德当选做最坏的打算。中美两国都在为赖清德当选做最坏的打算。那中国方面，军事、经济、外交三管齐下，但像切香肠。美国方面，你只要看赖清德的访问，连共和党的议员跟州的官员都没有去见他，你可以想象。拜登在这个管控上面花了多大的力量？而为什么这些共和党的议员跟州的官员都不去见赖清德？他们被说服了，赖清德是台独等于战争。然后呢，中美现在都在管控台独，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美国跟西方的媒体现在在大炒中国经济崩溃论。所以要转移目标。我们一个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面在切香肠。军事刚才大使讲得很清楚，从8月、4月到现在，我本来还说最近这个赖清德过境美国回来之后，中国大陆宣布的军演，他是4小时之后就开始发动，他不先告诉你不是划定地方然后做什么之类，虽然没有两弹、没有导弹、没有实弹，但现在宣布要实弹了，所以一步一步切近，让台湾人感受到讯息。经济也是如此，ECFA没了嘛，对不对？你不要在这个期待大陆让利，那很多台湾的厂商现在会增加他们在大陆厂生产的比例耶。很多的科技业跟这个精密机业都是这样子啊，两边都有厂嘛。那现在反正大陆厂就增加比例，提供当地的需求。外交上，尼加拉瓜还可以省多久？这个守多久啊？中美洲议会已经被迫退出嘛。那美国呢？我刚刚提赖清德访问美国这个过境纽约跟旧金山，连个议员都没有去看他，连个州的官员都没有去看他，史上最低，失败。这是中美共同的管控。然后呢，当然现在西方说这个中国的经济，你知道今天不是还在开金砖组织会议吗？对，大陆的海关昨天公布的数字，1到7月，中国大陆对另外4个国家金砖组织另外4个国家，俄罗斯、印度、南非跟巴西，在今年1到7月的出口增加19%，而它对全世界只增加0.4%。所以然后这里面增加什么东西项目增加最多？电动车，我们台湾没有不准进呢，对，增加600%。锂的这个电池增加125%，其他劳力密集的还增加20%，所以它的经济有在崩盘吗？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你，它可能会对台动武，因为赖清德当选，它的理由是它的经济要崩盘了。我们台湾人要相信什么？赖清德等就是台独带来战争，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他不会再等他520的演讲出来了啦。如果一旦选举结束 ，ECFA 就断掉，因为那个是1月12号、1月13号就宣布嘛。所以
我觉得其实台湾人现在真的要很清楚的理解，我们这个选举投票的结果跟一般过去的这个选举真的不一样，我们的未来决定了这一票。好，将军，今天是823炮战纪念日，让我非常感慨，尤其是看到几个总统候选人到金门去造势，然后那种情形，把823炮战搞成跟一个选举造势一样。其实看在我们这个曾经家长参加过823古宁头战役的子弟身上，心里头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跟我们大家讲说兵凶战危，大家知道兵有多凶，战有多危。我们这些调查针对年轻人历世代调查，我跟各位讲，823炮战在65年以前，光小金门，因为我是小金门的指挥官，我知道，光小金门的落弹24万发，24万发代表什么意义呢？也就是每18坪，我用坪来讲，大概每18坪落弹1发。大胆岛落弹12万发，也就是每2坪落弹1发。我们这房间几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我们这房间有没有4坪，我不晓得。如果有超过4坪的话，就落弹2发。那是在65年前，中共他就有这种火力来打大金门、小金门。然后65年以后，他现在用的武器就不是一般的炮弹了，那可能那就是更精准的飞弹。那我特别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对战争的印象是停留在影片上面。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家属。各位，我自己的长辈，那时候我住那个眷村是胡琏18军的眷村，也就从古宁头打到823，都是他们这支部队在打的。所以那个村子里面，我小时候妈妈他们那些村子都是这些长辈，他们从大陆过来的，先生在金门打仗，太太带着小孩，抱着襁褓中小孩在家里。然后那个村子在哪里？在桃园，在中立那带。每天他们那些炮战期间，每天那些妈妈抱着小孩坐公车到台北国防部，你知道干什么？看公布栏，看先生名字有没有在上面，阵亡将士名单有没有自己先生。所以说这种事情其实是很难。我今天要讲的是，不要老是在那边觉得说你马革裹尸没什么稀奇的，你就气豪壮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我这边有一首抄这个陇西行的一首诗，提供给各位参考，对不对？当年的将士，胡琏带的这批将士在金门打823的时候，是誓保台澎不顾身，5000精兵上金门，可怜太武山下谷，就是他们今天去攻击的那些太武山下谷，犹是春归梦里人。这些妈妈心里怎么想？都是大陆来台的，然后大概年纪都20-30岁，抱着襁褓中小孩。如果名单上面看着这些先生名字在那种阵亡将士名单上面，他怎么过日子？以后怎么过日子？所以为什么眷村里面说这些妈妈都很团结？然后我们小时候在村子里面跑来跑去，这家跑那家，那家跑这家，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先生都不在身边啊，都在金门啊。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是他上一辈的事情，到我们这一辈，我自己感情我经历过兵变，大家可能把兵变当作那种相思之苦、相思之痛，是现在人没办法想象。那是真想跳到海里面游泳回台湾，问我女朋友说为什么要抛弃我，这种伤心之痛是没办法想象的。所以说我特别要跟现在年轻人讲，真的一个家庭破碎，那如果两岸开战的话，那是几万个家庭破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慎思啊，尤其这些政治人物。我们来呼应一下，因为刚刚有个消息因为823战役现在是65年嘛，那所以金门的第一任司令官胡琏的孙女也喊说中华民国万岁，那蔡英文也回复了说加油，这是刚刚传出来的一个最新消息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